闻佛音，见佛法，欢迎各位师兄收看今天的节目。现在很多寺庙都成了景点，去寺庙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。去寺庙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箱子，上面写着功德箱3个大字。功德箱，功德箱，自然是让人积功德用的。怎么积功德呢？就是往里面放一些钱，表示一下心意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往这个功德箱里放钱，真的有功德吗？实话实说，确实没有功德，只有福德，所以不应该叫功德箱，而应该叫做福德箱、福田箱。什么是功德？什么是福德？不但一般人不清楚，就是很多学佛多年的人也未必分得清楚。功德和福德不一样，不是一回事，不能把福德当功德。这里给大家讲个故事。唐朝杜牧的《江南春》中有2句，大家都很熟悉：南朝484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这里的南朝484是谁建的？就是中国佛教史上最大的一位护法梁武帝。那可是帝王的身份，尽心尽力地护持佛法，为佛教建了480座道场、寺院庵堂，供养出家人几10万人。所以当达摩祖师来到中国，和梁武帝见面后，梁武帝很高兴，就向他请教：我为佛门做了这么多的好事，功德大不大？没想到达摩祖师冷冷地答了一句：并无功德。梁武帝听完一下就不高兴了，本来想炫耀一下，结果吃了闭门羹，于是就把达摩祖师赶出去了，送都不送他。如果达摩祖师赞叹他几句，说他功德很大很大，梁武帝就高兴了，一定会护持他。可达摩祖师是个老实人，实话实说，确实没有功德，只有福德，结果就闹翻了。功德是什么？功是功夫，德是得道。功德指的是修行，修行有了功夫，这叫功德。比如我们持戒有了一定的功夫，就得到了定，修定有功，开智慧了，因定开慧，开智慧就是德。所以这个功德跟修布施供养不相干。大家捐钱修布施，心里想的是修功德，但其实修的都是福德，都是人天福报，不是功德。这个大家要知道。如果当年梁武帝问达摩祖师：我福德大不大？那达摩祖师一定会称赞说：很大很大。所以说寺庙的功德箱这个写法是错误的，应该写成福德箱、福田箱，这是帮大家种福的，没有功德。这样说并没有阻止大家往功德箱里放钱的意思，只是希望大家搞清楚其中的道理。这里修的是福德，不是功德。那么具体的修福方法有哪些呢？道德经里有这样一句话：重积德，则无不克；无不克，则莫知其极。古人认为，要想得到福报，无灾无难，不让凶事横祸降临自己身上和家中，就要做积德之事。比如孝顺父母，百善孝为先。从孝这个汉字来看，是老人的老字，底下是个子字，儿女双手托着老人就是孝。说文解字中说：善事父母者为孝。几千年来，人们把孝视为天性，甚至作为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志。孝也是中国人考核一个人的第一个关卡，因为别人会以此为切入点来了解你。试想，一个连父母亲都不爱的人，怎么能够真正去爱别人？一个对父母亲都不负责的人，你还指望他会对社会、对他人有责任心、责任感吗？佛陀在大乘本生心的观经中开示：若有男女被恩不顺，令其父母生怨念心，母发恶言，子即随堕。假使有人为福德故，恭敬供养100净行大婆罗门，不如一念，助孝顺心，以微少物色养悲母，随所供事，比前功德100千万分不可笑量。供养父母哪怕仅仅一点，也能够祸福无量。即使是少许做了一些不孝顺的事情，也会获罪无量。其次是清净口业，一个人的福德深不深，从他的说话方式就能看出来。佛在无量寿经中告诫人们，要善护口业，不积他过；善护身业，不失律仪；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。口业是患苦之门，祸累之始。一个人每次说出伤人的话，都是在给自己造业，福报都从这张嘴里跑光了。如果能去清净自己的口业，
不说妄语、两舌、恶口这些造恶业的话，经常说善语，利益他人的话，福报就会越积越多。我们都喜欢和相处舒服的人交朋友，而那些让人舒服的人，往往都是懂得如何说话，知道为别人考虑的人。用善语才能结善缘，一句同情理解的话就能给人很大安慰，增添勇气，而一句不合时宜的话就如一把利剑刺伤别人。急事慢慢地说，尴尬事幽默地说，没把握地事谨慎地说，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，做不到的事别乱说，伤害人的事不能说。嘴是福祸门，说得漂亮才能活得漂亮。第3点，知错就改。生活中有不少这样的人，为了显示自己道德高尚，明明自己厌恶的，非要装作自己很喜欢；明明自己有私心的，非要强迫自己装大方；明明自己无法宽恕的人，强迫自己假装不在意。他们以为这样是在修德，是在积累自己的德行，但实际上这只是在表演德行，而不是在修炼德行。菜根谭里说，顽明美节，不宜独任，分些与人，可以远害全身；汝行污名，不宜全推，引些归己，可以韬光养德。就是说，真正养德蓄德的方式，并不是让你处处把自己表现得完美无缺，而是自己哪里不完美，哪里藏污纳垢，哪里自私龌龊，你不要去推诿，坦然接受。人不可能完美无瑕，没有任何缺陷，也不可能不犯任何错误。真实面对自己的缺陷，错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最后就是不失行善了。所谓不失，是大乘佛教6度之首，主要包括法不施、财不施和无畏不施。金刚经有云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不施。世间最高级的修行乃是不施，不施爱语，广结善缘，不施善行，行善积德，不施智慧，救人苦难。提到不施，应当是无私的，不求回报的，不施后就忘记这件事了。而且不施的时候是不会看对象的，只有这样才能修得功德圆满。不施如田地，有田地才能有收成，有不施的种子，在将来才能开花结果。了凡四训中有言，一切福田，不离方寸。如果乐于助人，把福报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，帮人越多，得到的助力也越多，福报也越大。反之，损人利己，害人越多，得到的反作用力也越大，倒霉起来，损失也成倍增加。有人说我自己还不够用，或者说自己一无所有，没有什么好不施的。殊不知，不施即使不花钱，也能得大果报。比如以下7种。1. 眼施。一个充满善意的眼神，可以给人带来温暖，让人得到安慰；一个恶狠狠的眼神，可以给人带来恐惧，让人心惊胆战。当别人遇到困难、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即使无能为力，帮不上什么忙，也可以送他一个善意的眼神，让他知道还有人关心他，鼓励他，支持他。2. 和颜悦色施。人的心情是可以感染的，如果看到别人开心，我们也会为之欢喜；如果看到别人痛苦，我们心里也不好受。将心比心，与人交往时，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够和颜悦色，面带微笑，那就能带给别人一个美好的心情，也许他会因此开心一天，一天的工作都很轻松自在，顺顺利利。3. 言辞施。良言一句3冬暖，恶语半句6月寒。一句温暖人心的话语，足以让人感动心灵，足以让人信心倍增，充满斗志。当别人遇到困难挫折，想不开的时候，我们安慰他，开导他，让他从痛苦烦恼中解脱出来，这都属于不施。4. 身施。我们即使没有钱，但我们还有身体，还有体力，只要能够利益别人，就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比如去公益场所做义工，比如扶老奶奶过马路，比如帮人抬一下东西等等，都属于内财不施。5. 心施。即使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但我们还有一颗善良的心，愿意帮助别人的心，愿意为利益大众付出的心。所谓心诚则灵，
只要你善心真诚，即使不说一句话，不做任何事情，别人也一定能够感受到，也能得到你善意的鼓舞。6. 床作诗。在公交上看到老人、小孩或者是孕妇、残疾人，把座位主动让给他们，这也是一种布施。在住院期间，床位紧张，如果碰到更严重的病人，把自己的床位让给他，也是一种布施，这比给钱都强。7. 房设施。遇到刮风下雨的时候，让流落街头的行人到自己家里避风避雨，这是一种布施。如果有公益事业需要提供场所，把我们的房舍贡献出来利益大家，也是一种布施。不过光布施还不够，学佛讲究的是福慧双修，功德、福德都要修。佛经上讲修慧不修福，罗汉托空钵，一个人光修慧了，虽然证得阿罗汉果，但那只是功德，没有福报，即使到外面托钵乞食，也没人供养他，这多可怜。但是要记住，修慧比修福重要，修慧是主修，修福是助修，是辅助附带的，不是主要的，这叫福慧双修。好了，今天的话题就和大家聊到这了，希望大家动动手指，转发也是一种行善。一个善良故事，每看见一次就是种善因的开始，每一次转发就是一个小小的善举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